波比纳什呢是顾上顾不了下，这个哎，打赢机小心！李景亮一个不注意被老外重拳击倒，被放倒的李景亮还险些被老外勒断脖子，硬扛18秒才反应过来。台下的老外瞬间不淡定了，直接站起来鼓掌欢呼。重新站起来的李景亮愤怒至极，2拳打翻老外，不过瘾，其后又补了2拳，一脸不相信的解说被吓得魂不守舍。刚才那位老外可不是一般人，他可是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贴身侍卫，而且还被 UFC 总裁白大拿破利认为杆子。先不说他的实力怎么样，仅凭这个背景就令人感到背后发凉。中国勇士李景亮可管不了那么多，李景亮只明白一件事情，击败鲍比纳什就可以进入世界排名前10。虽然说着进入排名前10简单，真要是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李景亮的比赛输过赢过就是没怂过，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李景亮的精彩表现。能担任总统保镖的人绝对不是一般人，自身的身体素质肯定异于常人。比赛才刚刚开始，鲍比纳什就开始逼近李景亮内围做动作，反观李景亮则是以灵活游走为主，时时刻刻都在躲避鲍比纳什的追捕。最近景亮感觉是有点变瘦了，以前没这么瘦。就可能这段时间呢，在单国备战也是练得非常的苦，因为备战时间很长。他实际上从10月份就开始备战，因为原本的比赛在12月份，所以备战时间很长啊，可能比较辛苦一些。这个鲍比纳什的进攻欲望非常强烈，找到机会就猛压李景亮，连续的重拳打得李景亮节节败退。反观李景亮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则是继续与鲍比纳什保持正面对抗的状态。好像就是我刚开场的时候给大家开玩笑，就有点白熊的这种感觉，慢吞吞的啊，但是呢力量很足。但今天呢灵变了很多，两个人呢好像都是风格上有点变化。对，不要着急啊，比赛有3个回合，第一回合很猛，但是后面就不一定。好的，反击的机会，连续的直线的。小心对手的前手迎击，对手臂展很长。对，做低扫的时候要小心，把手稍微拿得高一些。在鲍比纳什加入 UFC 之前，曾斩获了8胜1负的超神战绩，不管是在站立对拼还是地面缠斗，鲍比纳什都略胜一筹。然而李景亮面对咄咄逼人的鲍比纳什，也是表现出了惊人的精神状态。该反击的时候，李景亮一点都不含糊；不该反击的时候，李景亮也不是慌忙逃窜。第一回合说老实话呢，波比纳什呢打得更加积极，拳腿结合呀。小心吃了对手一个前手，小心这种重击啊！注意这个对头部的这个防护，低扫。好的，刚才有个后手迎击。李景亮利用迅速的反应能力，成功减少了鲍比纳什的进攻攻势。别看鲍比纳什在往后拉扯，其实这家伙还在想办法如何对李景亮发起猛攻。第3是怎么蹦是另外一回事啊！肌肉围越大，需要的体能就越多。对，他这个体格这么大，耗氧量是很大的。后手漂亮，机会又是连续的进攻，连续击打，对手抱摔，景亮一个弹腿，李景亮发怒谁也拦不住，连续的重拳打得鲍比纳什有点慌乱不已。幸好鲍比纳什拥有身高马大的体型，顶住了李景亮一波又一波的猛攻。不知道李景亮会不会就此放弃对鲍比纳什的追捕？这是机会，再来抱，又是被弹腿防开。这边后手拳，景亮小心对手的袭击，小心对方的冷击啊！景亮这几个后手打得太漂亮了。2分钟的时间，现在看看遭到重击之后啊，波比纳什整个人包括他的节奏会不会像刚开场这样打得肆无忌惮了啊？他的体力现在消耗。李景亮要是猛起来，绝对没有鲍比纳什什么事情。不管鲍比纳什实施什么样的进攻招式或者是限制动作，都无法阻止正在势头上的李景亮发起主动出击。这个嘴巴张得很大，已经是因为疼痛了。刚才那个摇臂的这个后手啊，李景亮差点打了出来。再来一个低扫，漂亮。好的，非常的清晰有力啊！现在呢，波比纳什呢是被意外击倒的李景亮瞬间软了，幸好抱住了鲍比纳什的大腿，不然李景亮就危险了。虽然没有瞬间被鲍比纳什秒杀，但鲍比纳什拿到了李景亮的脖子，占据优势位的鲍比纳什没有多想，直接实施压制动作给李景亮施加压力。现在在全力的好起来了，应该说逃脱了，应该有机会逃脱。这边应该是防住了，不要着急。景亮这边还是保持得很冷静。鲍比纳什因为没有后背推住景亮的前胸推住景亮的后背所以这个裸脚的话是没有办法成型了。
这边逃出来，哇，刚才也要小心对手的冷拳啊，对太危险了。手上位的压制也是很小心他的冷猛的。拳，小心重击啊！对手在找十字固。李景亮的抗压能力有点非人类，足足被鲍比纳什压制了将近40分钟。即便如此，李景亮依然在苦苦坚持，顶着鲍比纳什的压制死死支撑。时间还剩下30秒，李景亮也算是逃过了一劫。不得不说，鲍比纳什真的不是一个好惹的家伙，但是被对手直接压了下来。现在尽可能控制住对手，不要让对手地面砸击。对，20秒钟的时间没关系，这个时候打完就行了。这个时候把对方控制住。手低躲过，好的。这回合真的是10秒钟，第一回合一波三折，看得我们惊心动魄呀，瞬息万变。这个形势呢，确实变化无常啊。第一回合马上时间到了，哇，终于时间到了。这第一回合，说老实话，如果打完的第二回合的比赛啊，对，第二回合开始了。在第一回合尝到甜头的鲍比纳什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采取大举进攻猛压李景亮内围。殊不知，李景亮已经等待多时了。虽然有挨到鲍比纳什的重击，但鲍比纳什的打法已经被李景亮所熟知。时间拖得越久，越对李景亮有好处。手的力量确实强啊，确实强啊。现在呢，对景亮来讲的话呢，这个战术思想一定要明确。这个时候呢，要绕开，要左右绕开，不要连续进攻。哇，要躲开，不要太着急，脚下要移动啊！现在。这个击打的距离，现在呢应该是波比纳什最喜欢的一个距离啊。然而他体力呢，经过刚才的这一点，拳法精湛的鲍比纳什一直在实施拳头，出拳的轨迹即将被李景亮所侦破。快如疾风的鲍比纳什再次命中了李景亮，反应迅速的李景亮直接与鲍比纳什拉开了距离。此时的李景亮基本上已经熟悉了鲍比纳什的打法，面对鲍比纳什的重拳出击，李景亮唯有搂抱才能躲掉鲍比纳什的出拳。千万不要对手往前顶，你往后逃，要往侧面来顶一顶。对啊，侧面绕着，对吧？绕过去以后，伺机找上钩的机会，漂亮，又是个前手。再来个后手啊，被对手抱摔，但是景亮防守。哇，景亮防摔做得不错，好的，他的抗击打能力真的是惊人的。趁着龙边站起来，确实今天的李景亮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啊，说是太惊人了。集训当中啊，景亮的这个防摔是有明显的进步。进入到内围对抗的鲍比纳什十分无力，刚才所实施的重拳出击，让鲍比纳什浪费了很多体能，只能死死顶着李景亮，不让李景亮做更多的动作。这个招式只能保证鲍比纳什一时间不挨揍，并保证不了鲍比纳什一整回合不挨揍。让对手顶着你啊，实际上对手是在消耗巨大的体能，一直是用自己全身的力量在往前顶，是想要把景亮给摔到地面的。对，现在身体侧一点，顶着对方的腰，顶着对方的胯。这边双方进入到一个僵持的阶段。此时的李景亮冷静的可怕，虽然被鲍比纳什压制在笼边，其实内心是在想挣脱鲍比纳什束缚之后，应该实施什么样的进攻招式能一招制敌。反观鲍比纳什也趁此机会得到了喘息。这个比赛看得我们现在已经有点窒息的感觉啊，小心他摆脱出来打冷拳啊。对，抢到腋下了，看看能不能把对手翻过去。对手这个力量确实很大，很蛮，但是有效。对，还在往里边顶。现在剩下最后第二回合的2分钟时间。即便鲍比纳什得到了体能上的休整，但在内围对抗消耗的体能也很多。反观李景亮是处于被动的一方，并不会因为对抗丧失太多的体能。忍耐不住的鲍比纳什率先实施重拳出击，结果李景亮趁此机会挣脱了鲍比纳什的束缚。小心，不要跟对手在近距离硬拼。纳什这要移动起来，移动起来。后手没打中，但是纳什体力消耗很大。哇，景亮确实打得非常的勇猛啊！本来呢，按照战术来讲，场面来讲，这个时候应该是不是要左右的好好的滑步移动一下啊，避开对方的直线的这样的进攻。但是呢，我们看到李景亮呢是迎着对方，主动的进攻，这个气势上呢也是给波比纳什呢造成了很大的威慑啊。重新回到站立的李景亮意志力非常坚定，走着自信的步伐慢慢逼近鲍比纳什。
然而李景亮就是不走寻常路，直接一记抱摔将鲍比纳什带入到了地面缠斗。反观眼疾手快的鲍比纳什拿到了李景亮的胳膊，压制无果的李景亮被鲍比纳什带回了站立。这个快手上确实是对方的比景亮的大了一圈啊！分开之后看看一下小黑对手袭击，没有占到什么便宜，确实没有占到便宜。30秒半分钟的时间。景亮的体力呢，保持的应该是比对手要更好一些。这一拳直接把鲍比纳什打晃了。其后李景亮又对着鲍比纳什的脑袋来了2拳，击倒鲍比纳什之后又残忍补了2拳。李景亮一共用了5拳，直接把鲍比纳什打挺尸，脑子直接被打强制关机，吓坏了一旁的裁判。好的，景亮突然一记冷拳之后，就是那一下后手拳，那记后手拳，实际上已经是把纳什打得晕晕乎乎了，感觉呢有点是延迟倒地啊，延迟反应啊。这场比赛哇，太惊心动，是挺害怕的。我们看连续遭到多次的重击啊，而且这种情况下呢，你看。一般情况下呢，你能坚持完这回合已经是很难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呢，他能够呢继续主动的进攻，这一点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后手塞在下巴上之后，就这下，这样已经是不行了。就这下啊，看看后。比赛结束了，李景亮多次被鲍比纳什重拳打晃，每一次都被李景亮灵活化解。既然在内围对抗和地面缠斗制裁不了鲍比纳什，那就在鲍比纳什最擅长的站立打服鲍比纳什。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会给李景亮打几分？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咱们下期不见不散。